你停他也停，你走他也走，和你做朋友就是不开口。小伙伴们能猜出谜底吗？炎炎夏日，社畜老爸玩命拔草，可自己的亲儿子却只想当个安静的睡美人。老爸想抓壮丁，齐老大熊让老爸不要太过分。眼看老爸在楼下破口大骂，大熊让蓝胖子赶紧掏道具。为了不变人肉烧烤，蓝胖子只好拿出剪影子的剪刀。这可是童年阴影，因为超过30分钟就会变成噩梦。大熊来到烈日下，蓝胖子刀起刀落，影子竟然成精了。蓝胖子一声令下，影子成了拔草工具人。大熊又能回去睡个美容觉了。看到黑黢黢的大熊，老爸直呼儿子真懂事。可区区10分钟，影子就干完了所有活。白嫖不用飞大熊，喝着剩下第一杯橙汁，想着来自影子的凉风，就连媳妇儿的电话也成了影子的必修课。可惜影子不会说话，原来媳妇儿是来讨书的。哼着小曲，拎着零食，可蓝胖子却感觉后背发凉，竟想打开门，看着黑成煤球的大熊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岂料下一秒，影子却在渐渐变淡。虎父二人想让大熊当陪练，岂料影子大熊面露凶光，化身暗影军团神走位，吓得虎父二人猛男相拥。回到家的蓝胖子都惊呆了。如果影子超过30分钟没回收，就会产生思想，觉得自己不再是影子。最糟的结果就是影子取代大熊。大熊慌了，他慌了。两人拿上胶水，准备捕捉影子。岂料影子早已潜伏回家，吃光了西瓜，转身就逃。大熊两人都快累成狗了，也没找到影子。回到家，西瓜还被干光了。虽然大熊没吃到，但这个锅还得大熊来背。两人翻箱倒柜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可依然没有影子的任何踪迹。大熊的颜色还越来越暗。两人来到房间，影子却不请自来。可此时的影子已有了思想。大熊两人想前后夹击，岂料影子走位风骚，想取代大熊。蓝胖子拿出抓影子的浆糊，想随后放手一搏。大熊中了埋伏，被迫成了小黑人。蓝胖子大棒一挥，就抓到了真队友。从走廊一路打到客厅，冲去泥水。大熊这下更黑了。眼看时间所剩不多，影子还选择主动挑衅。可顶棚的黑暗完全就是影子的风水宝地，难道哆啦 A 梦要换男主了吗？但影子也有克星。烈日炎炎下，女帝老妈开启说教模式，蓝胖子一剪下去，影子老妈上线了。一阵地动山摇后，嚣张的影子却成了乖巧的小鸡仔儿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还有谁能对付影子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是一把神奇的刀叉，只需划上一刀，瀑布就可拔地而起。大熊竟然学会了游泳，而且还有妹子鸳鸯戏水，用脚都能想到大熊这是要尿床了。不是大熊不想学游泳，只怪海水它太刺骨，家里又造不起温水泳池。蓝胖子刚拿出任意门，要出去嗨的老妈就让大熊看好家。蓝胖子只好改变策略，踏着沙滩来到海边，掏出切起来刀叉，改革顺风吹满地。蓝胖子你是真给力！随着刀锋连结，叉子上场了，轻轻插入，再大力一拽，小短腿竟举起了100吨海水。这叫啥？短腿力量大。大熊家的异响成功吸引来了媳妇儿，可就算想鸳鸯戏水，也不能坦诚相见。蓝胖子秒懂，来到南半球的黑夜，刀起刀落，带回一个更衣室。这画面不要太诱惑。阳光沙滩糙汉子，可静香却嫌弃海水太浅，于是3米深水池走起来。但大熊只想当个安静的旱鸭子，可媳妇儿一开口，大熊竟然在自家溺水了。还好蓝胖子伸出了小援手，岂料虎父二人趴墙头，竟不请自来。大熊杀人的心都有了，白嫖就算了，还要对大熊恶语相向，小学生怎么忍得了？大熊来到大瀑布，带上竹蜻蜓，来到瀑布前，精准地劈出一刀，要瘦了。蓝胖子换上关二爷大刀，结果梅开2度，两人齐心协力，主角光环护体，才终于得到瀑布。大熊叫嚣着要当真男人，岂料大熊的技术丢人丢到家了。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，拿世界文物送媳妇儿，竟想直呼受不起。知道女人都爱真汉子，大熊又打起了滑雪的主意。来到南极，冻得都不敢动，可刚一下刀，大熊就菊花一紧。这么可爱的熊熊，吓得大熊嗷的一嗓子抱住了蓝胖子，眼看要成午餐肉，大熊插起雪地，都给熊熊整的怀疑熊生了。两人逃过一劫，可看似简单的滑雪，
大雄却把自己滚成了雪球。面对虎父二人毫无吝啬的嘲笑，大雄又破防了。那么大雄适合什么运动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个胖子的手中炮不要太神奇，区区一炮，兔子都会上树了；接着一炮，兔子都能上天了；再来一炮，胖虎都成晚餐肉了。放学不回家，必定事出有因必有妖。果不其然，都能想到埋试卷，为啥就想不到直接摧毁呢？可就这一会儿功夫，铅笔上却出现了神秘咬痕，顶着暴雨冲回家。老妈气得就想变一拳超人，但大雄昨天并不是没有带伞，而是故意留下了雨伞。今天更是采了路边的野花，只求与他再次相见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迈着小短腿走来了。可大雄刚见到兔子，在哪儿都能秒睡的毛病又犯了，眼睛一闭一睁，赛过活神仙。可大雄膀胱一扫，兔子就要成为午餐肉。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呢？大雄凭借自己1米高，如同巨人般的身高优势，终于救下了盘中餐。看着如同碎抹布的衣服，蓝胖子怀疑大雄又被胖虎练拳了。有好事必须要跟朋友分享。一家3口来到后山，穿过茂密的树林，3人席地而坐。一只丑丑的却很可爱的兔子出现在了一家3口面前。那这会是一头不爱了就被抛弃的宠物吗？看到肚子上缺失的毛发，仿佛这个猜想得到了印证。可下一秒，整窝兔宝宝倾巢而出。这下蓝胖子又懂了，原来兔妈妈肚上的毛是被用来做窝了。小兔子顽皮钻进罐子，要不是大雄出手，就要变成兔子罐头了。大雄膀胱一扫，周围的环境真让人心寒。为了贯彻不乱扔不乱丢从我做起，蓝胖子拿出垃圾磁铁。只见蓝胖子大棒一挥，瓶子仿佛被牵引，咣的一下吸在了磁铁上，火力全拼，终于给了兔子一个新家园。这下可以以看兔子为由，天天约媳妇儿了。岂料冤家路窄，路遇虎夫，胖虎还没亮拳头，大雄就都招了。天上掉下来的食材，傻子才不吃。虎父二人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用最朴素的食材烹饪出最高端的食物了，静香都要急哭了。但胖虎那可是土皇帝，没什么格斗技巧的大雄，连学习的心都没了。蓝胖子扑闪着大眼睛，决定让兔子学点防身术，拿出部分进化枪，就要造一些神妈东西。正好窗外有俩实验体，拿出大象子弹，瞄准发炮，烟雾散去，猫象诞生了。这就是所谓的部分进化。背上武器朝着后山进发，胖虎从后方追击，小夫从右方夹击。眼看兔命不保，蓝胖子拿出猴子子弹，子弹的效果那是杠杠的。只见兔子飞檐走壁，挂在了枝头上，小夫都惊呆了。眼看兔子跑了，不管是不是小夫的错，锤就对了。子弹的效果会维持10分钟，10分钟后，胖虎再次发现目标，眼看就要抓到，又是一发子弹，兔子竟然上天了。胖虎整个人也惊呆了，惊到不管对错，锤就对了。大雄2人才不担心小夫被当狗打，准备转身走人时，胖虎竟抓到了兔子。蓝胖子又是一炮，虎父二人上了天。胖虎这次学精了，带了猎犬来，可猎犬也得看品种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的。一听被嫌弃，狗子可上心了。可兔子走位风骚，狗子被撞成了内八，狗子受了多重的伤，小夫就得被锤得有多疼。小夫只能自己当起了狗子，还真发现了兔子窝。为了保护兔兔，大雄又是一枪，这次凶狠了，兔子成了食物链顶端的存在。碰到会72变的兔子，虎父二人估计会消停了。那么有家里养兔子的小伙伴吗？